们。欢迎朋友们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我们的节目是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特约播出的。休闲旅游找途牛，下载途牛 APP， 手机预订更便宜。选择幸福，选择亚赛和来盼盼，盼盼到家，安居乐业。本节目由拉芳柔顺洗发露特别赞助，在这里要感谢拉芳柔顺洗发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天用户的特权再次升级了，爱宝粉丝下载使用天圈提问，就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导师的现场解答。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实时互动并分享至朋友圈，就有机会获得15大奖。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的情感作家苏秦苏老师，欢迎苏老师。著名的心理学专家于继进于老师，欢迎于老师。著名演员孔林孔老师，欢迎孔老师。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，欢迎涂老师。下面的时间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第一对嘉宾朋友的一些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俩相处已经2年多了，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，我俩还算是彼此了解。半年前，他家里边要求我俩订婚，在他老家那边买一套房子。自打工作以来到现在，所有的积蓄算是换到这一套房子。那么来济南以后呢，他又给我提出要在济南这边买房子，毕竟我也是农村出身，总不能问家里边张口要这个钱。他现在就逼着我，如果不在济南买的话，就要跟我退婚。我现在是愁的天天睡不着觉。我一听他说这个为了房子，我天天愁得睡不着觉，你能感觉到，其实这位先生在他的心里好像还深深的爱着那个女人。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张30岁，来自山东，是一名销售；女主人公小刘32岁，同样来自山东，是一名口腔医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欢迎两位。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布箱子里的秘密吗？愿意。愿意。您是牙医是吧？对。谈了1年多2年了是吧？2年了。怎么认识的？你是他病人，补牙的时候认识的？是。真的？真的。好嘛，还有大夫对病人下手的？是病人对大夫下手。啊，就说说怎么下的手。在2年之前，然后当时他去济南进修啊，然后我当时去看牙，去他所在诊所，他非常热情，而且很温柔，这个外表啊各方面，然后我就留他电话号码，我就经常约他吃饭呀。你就给了？没有，他给我要好几次，到最后给我同事要的。后来呢？后来然后就时间长了以后，就慢慢熟悉了以后，然后我俩就确定恋爱关系了。啊，订婚了是吧？订婚了，我俩说实话，因为这个订婚这一块也闹得挺厉害。当时订婚，他家里边给我提了个条件，说你必须得在这地方买套房。哦，你们俩不在一个地方是吧？对，我在济南，他在老家。老家是哪儿的？老家聊城的。当时我就感觉非常诧异，因为我在济南待了这么多年，我对济南比较熟，而且我去他老家那地方，我确实没有什么可做啊，所以说我就不想在那地方买房子，因为我既然不去那地方发展，我为什么在那地方买房子呢？对。当时不是那什么嘛，我们家的风俗嘛，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水嘛，必须得有家嘛，得有房子嘛。你没房子住，让别人也看笑话，我父母面子上也挂不上去啊。我知道，当时说实话，为你家这个面子考虑的话，我也可以将就一些，也可以迁就一些，但是我总感觉这个跟我说这些理由都不成立啊。毕竟我不回去发展。你迁就了吗？迁就了。真在聊城就买了房了。哦，这就把婚定下来了。定下了，因为我当时确实奔着我俩结婚去的啊。这房子不是买了吗？怎么在这个小片里又提到房子的事儿啊？这个房子是买了，但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让我感到非常震惊，因为他在老家那边，我在济南啊。因为我俩订婚了，也就算准夫妻了。我想我俩在一块儿，不想两地分居，我就跟他家里边说，我说不行，就让他过去跟我一块儿到济南去。然后他家里就当时跟我说，你去行，到时候在济南再买套房子。是你说了行吗？你对我父母承诺的，当时你说了，我半年之内在济南付个首付，然后我们再买一套房子。我当时只是为了
想让咱俩在一块儿。那你这不是欺骗我吗？欺骗我的家人吗？我并不是欺骗，当时我确实想让咱俩在一块儿，因为我感觉你去了济南，我心里边也有着落了。所以说，一说买房子这事儿，我当时吧可能一激动，说秃噜嘴了。说秃噜嘴了这事儿还能说秃噜嘴啊？去没去啊？去了。去了。但是这半年也看过好几套房，他始终就拖延我不买，怎么着的？我没有敷衍你，只不过我手头确实没有钱了，这些积蓄都放在辽城那套房子上了。那房子可以租出去啊，现在咱也租不着。你又跟我提，你说租出去，你感觉租出去合适吗？咱俩那个房子刚下来，咱俩都还没住，你就租给别人，这怎么了？就在济南，就现在卡在这济南这套房子上了，是吧？是。打算买吗？还打算买，但是我感觉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我现在确实拿不出这么多钱了。当时不是也跟你商量了，让你父母把家里的地给房子卖了吗？让他们来济南住。你感觉这样合适吗？把地把房子都卖了，他们住哪儿？他们吃什么呀？他们现在可以先租个房子，等咱济南买了房子之后，把他们接过来不得了吗？别人怎么看我？是不是我逼着父母上梁山了那种感觉？他们怎么看你？现在不是好多都是把父母接到大城市来住吗？他们肯定就说儿子会好了，把爹娘给接过来。父母现在也不是年龄也大了嘛，在家种地，我也不想让他父母在家种地。然后不是我们打算现在年龄也不小了嘛，他父母也催着要孩子，我不是想着要完孩子之后让他父母也过来跟我们一起住，能给看看孩子嘛？我也是这样想的。他就说我有私心。这一块你连想都不用想。如果你让我父母卖地卖房的话，就是即便你张了这个口，我也张不了这口。那房子你到底买不买？再说你回家的时候，我父母问起来，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回答？你老是说我没有诚意，我不想买这房子。之前我不也跟你一块看了很多房子吗？在济南。你看房子，你都在推辞我，你跟我去，但去了回来之后，你都说房子不行，这房子不行，那房子不行。首付差多少啊？总共差10来万。借点呗。当时我找他朋友借了点钱，也找我朋友借了，他就不乐意了。你说你借钱，你总不能借到我老板那里去吧？你老板不是你发小吗？也是你同学啊，在他那借钱，再说我也在我朋友那借钱了，又不是光在你。咱不是想着把房子赶紧买下来吗？买下来房子之后，把父母接过来住，咱们一起住多好啊！好。他虽然私下他是我发小，但是在工作上他是我领导，他是我上司。我不想让你把生活还有这个工作你给搅在一块儿。那今天为什么来呢？今天来就是因为我俩这中间具体在济南买房子不买房子这个事儿，我俩现在闹得非常僵啊。而且之前吧，可能我话说的也太重了。他现在在老家，我去了几次，他叫他也不回来，也不跟我去。回娘家了。他知道我在他朋友那借钱了，回来之后骂我，又在家又摔东西，让我滚，还说分就分吧。我知道你有压力，我也有压力，我都没提出分手，你把分手说出来了，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过吗？我当时确实非常压抑，那种情景下，那种情况下，我被压的，我都喘不过气来。所以说，当时我可能说话说的重了一些。现在我同学他们都是有家有房子，然后还有孩子。现在我也是特别着急，年龄也不小了嘛，也想有个孩子，然后把父母接过来。我是这样想的。我都跟你说过，我说以后像这种你这个朋友添孩子了，那个朋友装修房子了，这种话题你不要再跟我聊。为什么？我就感觉非常敏感，你一说我就头都大了。我都是你提的分手是吧？我已经意识到错误了，我也去找过他，他现在确实他不跟我回济南了。那你去聊城呗，房子也有了，工作也有了，都解决了。因为我说了，我从小地方到大城市，然后不可能再从大城市再回小地方。济南那边有我的固定客户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今天来？我现在真的压力挺大，现在我也不知道该给他继续走下去还是。明白了。我问另外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今天你们也有50%的可能会分手，对吧？是。那个彩礼还退吗？退。那房子退吗？退。退啊。行吗？不行，我就不分手是吧？不要这些东西。要吗？哎，如果分手的话，你要这些东西吗？你先告诉我。那是后话。不，咱们先把后话说清楚。你要吗？要。那姑娘的这2年的青春怎么办呢？我也耽误青春了。你也搭了青春了。既然当时没有经济条件，为什么要跟姑娘和姑娘家承诺在济南买房呢？我当时
这算不算一种欺骗行为？算欺骗行为，算欺骗。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需要核实一下：当时在聊城买房子，姑娘有没有说过说不买我就不结这个婚？是在逼迫之下，还是实际谈了一下，男生就买了？说过。说不买房就不结婚是吧？说过。那是真心话吗？真心话。真心话。也是为了就是朋友嘛、家人嘛，就感觉以后结婚有面子，而且就像我朋友吧，在济南，他们也有在济南在老家买房子，每次逢年过节啊都能回家。所以攀比还挺害人的啊！你心里有这个男人吗？以前有。什么时候没有了？这次生气以后吧。好了，该问的都问过了。我们既看到了所谓温馨的一面，也看到了现实和残酷的一面。到底这段情感怎么办呢？老师们有些什么高见呢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们现在经常很多人说这个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，但我今天突然发现，太以结婚为目的，而且是只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，让人感觉怎么那么功利呢？姑娘，我要告诉你，你刚才说了一句话，让我觉得特别害怕。你说那个买不起济南的房子，可以让他爸妈把地和房子卖了。说现在有很多的儿女都是把父母接到大城市的。你这后半句话说的是很对的，但是人家没有说老爸老妈，你把房子把地卖了，到大城市来跟着我过，看孩子给我们做饭可以，处得好没问题，但万一哪天老两口要是过得不开心，他回哪儿去？他连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都没有。你很多话往深了去思考一下，我觉得挺吓人的，就是会让这小伙子觉得挺没安全感的。我其实一点都不否认他是爱你的，如果他不爱你，不会说当时是倾家荡产，拿出了他所有的积蓄在聊城买了一套房子，你还让他怎么样？他现在砸锅卖铁，他凑不起那个买房子的钱了，所以这其实对他来讲就是一现实的成分摆在那儿。确实我觉得这小伙子有些东西做得不好，你比如说这瞎承诺，为了把这媳妇儿赶紧骗到手，说了不少瞎话。但是现在到这儿他确实没钱了，你想想，如果他就这2年在济南买不起房子，你想想你还跟不跟他？如果你说你在济南买不起房子，我就不跟你结婚，我觉得证明你对这个男人是没有感情的。你跟他所有的交往可能都是建立在年龄到了，我该结婚了，遇到一个差不多的人，条件合适我就嫁给他。如果一段婚姻只建立在条件的基础上的话，将来还是会出问题的。所以你好好想想，嫁的是人还是条件？如果真的只是嫁条件的话，咱们这个节目叫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我们不支持来谈条件的。我倒觉得女孩从她的处境角度来看的话，是说你曾经承诺的东西。女人对承诺，尤其男人的承诺，非常非常的看重。我们可能是为了一时的得到、一时的快乐所说的话，但对于女人而言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那是甚至比爱情更重要的一个信任。一旦你做不到了，那么女方自己就觉得，你看，我跟你要结婚了，你说的没有做到，那女方的家人会认为说，你说的又没做到，那我女儿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她会有担心。那怎么解决这个担心呢？本来可买可不买的房子，必须得给我买，因为把钱花了，买了房子，我觉得心里踏实点，也算是对我女儿未来的一个所谓的放心。所以有的时候你的一句话呀，给自己惹了很多的祸。还有，买的第一套房子，明明你知道不会去住，然后你也知道不会去住，那个房子是为了什么？面子。然后为什么还要第2套房子呢？也是为了好看。你看，我都等了32年了，如果我不风风光光的嫁出去的话，多没面子。你们俩主要输在面子上。
不是说你物质，也不是说他抠门，主要是面子。所以说啊，别让今天的面子笑了，明天的里子哭了。所以说呢，到这个时候了，千万别被面子撑住，最后俩人分开了，非常的不值得。这是我的建议。好，谢谢于老师。我觉得跟小伙子说爱什么爱，把你的爱收回去吧，在你没有疯掉之前收回吧，你快了，接下来就是卖地卖你爸妈的地了。女孩别哭了，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吧。不，你在哭什么呢？说我听听，你在哭什么呢？怎么哭那么伤心？说得出来吗？说不出来啊。我一直在揣测你到底在哭什么，你大概是在哭自己的悲惨命运，哭自己已人到30还被生活所欺骗。我们说不轻诺，故我不负人；不信诺，故人不负我。不轻诺，就不要轻易许下承诺。轻易许下承诺的人都是骗子。不信诺，不要轻易的信别人的承诺。经常相信别人承诺的人都是傻子。但我觉得你们两人的说话有问题。你们的思维逻辑都是怎么回事呢？就先把对方当傻子，自个儿当一骗子，先瞒过去再说，最后发现瞒不过去了，又指着对方说原来你才是骗子。比如说一开始你们说在山东聊城先买套房，买套房婚姻就有的谈，你们把对方当傻子。结果这边呢并不认为这是个傻子，行啊，你说买行啊，我就先买一套，先把这事瞒过去再说。结果你们又要第二套，结果把他惹毛了，他说原来你们才是骗子。还有你说把父母接到城市里来，把房子卖了，把地卖了，如果真的接到城市里来，你们一家4口怎么生活，怎么孝敬老人，怎么解决他们在城市当中的一些赡养问题，你想过吗？你们一天到晚上班，有人陪老人家吗？你想过这事儿吗？你们都没想过，你们都觉得自己比对方聪明，先把这事儿先瞒过去再说，其他的我不管。这就跟那个杀鸡取卵和饮鸩止渴有什么区别呢？女生，你回答我刚才问的问题你想过吗？老人真正接过来之后，你们4个人怎么生活，你想过吗？没有。你根本就没有想过。你是先把房子地卖了，然后有钱把这先买到房子再说，你是这样想的对吧？我想了以后有钱了再买个大的。啊，有钱再买个大的，再把他们给分出去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没有，想的就是把这个小的卖了，然后再买一个大的嘛。我们俩一起努力嘛，一起努力。不是，你没明白我的话，你的意思是什么？你把老两口接过来跟你们俩一块儿住是吧？那你想过你们4人住在一块儿怎么住吗？老人家的生活怎么料理吗？你想过吗？所以你根本就没有想过。就像男生在聊城买第1套房子花了30万，他也没有想过将来在济南肯定是还是要在这儿生活的，因为他根本不可能过去。但他没有想过先把你忽悠过来再说。你们没有想过正儿八经结婚会怎么过，真正的困难在哪儿？你们根本没有想到在一块过日子，就先赶快把婚结了凑合着再说。所以说你们这样的感情让我们怎么说？我对你们俩没什么好说的，就这样。生活有的时候确实需要一点智慧，既然到了这一步了，总得想一些办法来解决。如果你们还在一起的话，想在一起的话，聊城的房子卖了呗，拿去付济南的首付呗，当买一生活的教训呗。就像涂老师说的一样啊，别欺骗和自我欺骗了，咱是什么条件咱就过什么日子。现在只考虑一点，够不够爱，愿不愿意为了爱和婚姻抛弃过往的一些成见和错误，能不能把这些东西都通通的抛掉，重新开始。这个真的需要你们自己的智慧。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，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其实咱俩在一块都2年多了，我对你还是有感情的。我希望你也不要太跟我计较，因为我当时确实是口不择言，我说你说的比较重，我还是想跟你走向婚姻。
其实我也是，就为了你的承诺，你给不了我，你为什么要给我承诺？而且给我承诺也无所谓，为什么你当着我家人也承诺？其实我就是为了面子。说实话，你也不该骂我。现在我也想了，要看你的表现好的话，我想把聊城房子卖了，在济南再买一套。无声花落，我不想承诺。哎呦，两位交换你们自己的秘密吧，还不知道这个箱子里又藏着什么。谢谢两位，请回，谢谢您。来，请关门。看看他们自己最后的选择吧。5、4、3、2、1，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就是爱你，爱见你，有对戏。来了，我看看男生的秘密是什么。当你提出愿意接我父母来一起住的时候，我非常的感动，我会克服一切困难，在济南给咱们安一个家。骗，继续骗，你们俩继续骗。不，你们还是面对生活吧。愿意嫁他吗？当时我是怎么想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你愿意嫁他吗？没关系。我也不知道他有压力，通过这节目我知道他的压力也挺大啊。所以我现在就想着把聊城那房子给卖掉，然后等了以后再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好了，我们的幸福之门打开了，选择幸福，选择亚赛荷兰盼盼，盼盼到家，安居乐业。谢谢，谢谢两位啊！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。你们自己喊开始，自己喊停，好吗？你喊开始。停。1000块啊！恭喜恭喜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时刻。宝宝，我爱你，我知道咱中间有一些磕磕碰碰，但是我还是想一直跟你走下去。我想跟你一块儿共度余生。我想着你以后不要再欺骗我了，我真的害怕被欺骗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压力你可以给我说，咱俩可以共同沟通嘛。你什么事你都是憋到心里，自己都不说出来，每次问你的时候你就那沉默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也向你道歉了。我希望你能原谅我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，老婆？跪下来。你愿意原谅我，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